中国西部地区曾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，甚至影响了世界4大文化体系。然而，经不起沧海桑田、山河巨变，如今的西部因缺水，荒漠化面积已达40亿亩，占土地面积27%，给西部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，并制约了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。为了解决该问题，有人便提出了红旗河工程。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一工程比较熟悉，甚至一度引起众多人热议。如果真能实现藏水入江，那将彻底改变新疆以及整个西部地区，将造就上亿亩良田，荒漠也将全部变为绿洲。不过，也引起了众多质疑：红旗河工程究竟有可能实现吗？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下，并分析下利弊。红旗河具体方案是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取水，水位为2558米，并沿途取义贡藏布和帕隆藏布之水。这些水源会自流进入水位2380米的怒江，然后借用怒江河道进入水位2230米的澜沧江，再进入2220米的金沙江。到这里后，需要修建大量隧洞以及明渠，绕过沙鲁里山到达雅龙江。其中光是隧洞以及明渠的修建费用预计在4000亿以上，这还只是走到目的地的一半，还要再经过10多处山脉与河流，最终到达目的地和田与喀什，总预算投资4万亿。从规模上看，红旗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水利工程，甚至大到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。我国著名的南水北调从1952年提出构想，到开工建设足足花了50年，再到建成通水又用了12年，总投资3800亿。但相比红旗河工程而言，南水北调甚至不敌它的1/10。所以关于红旗河的修建一直处于2极分化阶段。我们先来说说缺点。1、国际纠纷。雅鲁藏布江出国境后又叫恒河，流经印度与孟加拉国；怒江进入缅甸后叫萨尔温江，流入印度洋；澜沧江流经东南亚的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越南。假设红旗河工程可以实施，但会对这些国家的用水造成极大影响。或许很多人会想，在自家境内，我的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别人管得着吗？其实，在1966年，国际法协会就通过了国际河流利用规则，其中强调了国际流域水资源公平利用，规模调水或水利建设会引发国际纠纷，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态度，需公平且合理地分摊流域水资源公平利用。如果解决不了该问题，就无从调水。2、工程难题。红旗河所经地区地势条件非常复杂，需要跨越多个大山脉，例如秦岭、横断山脉等。在穿山过程中架桥、凿隧道在所难免，必然会带来大量工程难题。这些难题能不能以现有施工手段解决，有没有科学的施工方案，这些都是决定红旗河成败的关键因素。3、成本问题。红旗河的修建成本相当于10个三峡，巨额的投入与超长的建设期，也就意味着调来的水成本昂贵，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在水价上。而且调来的水主要目的是用于灌溉生态补水，这一部分投入在前期没有任何经济收益，除非国家再次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补贴。也有人认为这个工程完全可以实施，且产生的价值完全能够覆盖成本。2018年中国 GDP 总值为90万亿，如果红旗河投资4万亿，可以分10年建设，1年就是4000亿，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实现。此外，在技术方面，中国已经修建了川藏铁路、港珠澳大桥等众多世界级工程。红旗河虽然工程量庞大，但是工程难题基本都可以破解。效益方面，目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大部分是荒凉地区，不能直接产生任何效益，每年的荒漠化治理还要花不少钱。如果能引水入江，光是在新疆干旱地区就能修成2亿亩农田，按照农田价值5万元一亩计算，可以创造10万亿财富价值。从以上来看，其实红旗河工程优点与缺点并存，无非是大小的问题。而关于工程论证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月，S4679课题组开展了第2次专家研讨会，并针对红旗河重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西北地区荒漠化问题日益加重，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。而红旗河西部调水方案是迄今为止在科学、合理、环保、经济以及可行性的条件下，将我国西南地区水资源调往西部的唯一可行性工程。大家觉得红旗河工程应该修建吗？